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是我们油品料理最后一集啦，相信大家已经越来越上手了。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用料理来疗愈自己，那也可以享受料理时光的技巧。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家里的料理用油不要只有一款，我们可以多准备个2款甚至3款轮流使用，达到多元用油的效果，而且这样子健康的摄取会比单一的油品来得更好更丰富。那今天的主角是牛排，相信呢现在非常多家庭都会去量贩店或者是超市买牛排回来自己煎。自己煎的牛排最好吃、最实在，但是你知道煎牛排也有技巧的吗？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煎出一块好吃又成功的牛排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油，所以我今天要用酪梨油来煎牛排。那酪梨油最大的特色就是发烟点高，除了拿来高温煎牛排之外，像煎鱼排或一些半煎炸的料理也非常适合。而且在烹煮的时候会散发淡淡的奶油香气，让料理更有风味及层次。还有，我常做一些烘焙小点心的时候呢，我会用酪梨油来取代奶油，不止风味更好，而且也更健康好吃哦。我今天的牛排呢，我是买纽约客。那如果你在家里要煎比较大块又厚实的牛排，2个部位推荐给大家，一个是纽约客，另外一个是乐眼。这2个部位在你去买的时候，它单价会比较高，但是它的风味还有口感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那纽约客的牛排，这个厚度大概是切在1.5至2公分左右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厚度来煎牛排最刚好。煎牛排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牛排买回来之后，放外面给它静置10到12分钟。我们主要是要让它尽量跟室温的温度一样，达到退冰的效果。而且你有退过冰下去煎的牛排，不止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之外，也更容易锁住牛排的精华。这个牛排我已经在外面退冰了，大概有12分钟了。我这里是1/3小匙的盐，我先放手上，然后来均匀的涂抹上来。现在呢，生的时候要加点盐，最主要是让牛肉入味，然后你弄一点盐，更能把牛排在煎的时候，它的香气更快的释放出来，而且你在吃这个牛排的时候，它的肉质的甜味会更明显。除了表面撒一点盐之外呢，来，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粗的黑胡椒粉，或者像我一样现磨的，来上一些，风味会更好。2面都一样。你有这个黑胡椒上去，等一下在煎的时候，牛排会更香。现在表面有盐跟黑胡椒，你就再让它静置个5分钟，腌制一下。牛排在腌的同时，我来放一点生菜。我觉得吃牛排配一点蔬菜非常棒。这个生菜我是到量贩店买的，现在都非常方便。生菜的种类就看你自己，你喜欢哪一种你就买。再来还有这个红黄甜椒，来，那这个红黄椒把它的头跟里面的薄膜这个囊给去掉。好，我这里还有准备一些紫洋葱，这里还要准备一些马铃薯，我切片状，等一下它在煎的时候会比较好煎。教大家，有时候你去餐厅吃牛排，他会把蒜头带皮煎的一颗一颗，那怎么用呢？来，先把头的地方剪掉。像这样子，再来是底部把它切掉，再来直接从中间 ，OK， 好，像这样子。来，开始煎牛排咯。我今天用的呢是铁质的平底锅，那怎么样让它达到不粘的效果呢？你先开中火干烧一下，什么程度你用你的手掌，距离大概5、6公分，感觉到你的手有灼热感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再把今天要用的这个酪梨油倒下去润一下，它就会达到不粘的效果。这里呢是1大匙的酪梨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罐油有一个专利，就是在瓶口的地方做伸缩油嘴，方便控制油量，更有效的减少瓶口残油，非常适合料理小白，让用油用量刚刚好。油倒下去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微微在冒烟，然后那个油呢有产生一个很像波浪状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先放下来。来，牛排一开始下去都先不要去动它，让它定型。那我分享的方式我是用中小火在煎牛排，来，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就达到非常好的不粘效果？
来，这里在煎牛排的同时，旁边来煎这个马铃薯，好，还有蒜头，来，这里就给它慢慢的煎。你也可以把一点这个牛油，还有这个酪梨油去润一下这个马铃薯跟蒜头。来，牛排在煎，另外一个诀窍就是，可以的话，你稍微压一下它，这样子它才会平均的受热。来，我现在第一面用中小火煎了2分钟，翻面过来，整个牛排看起来非常的美味。我今天会用酪梨油来煎牛排，主要是酪梨油的发烟点达250度。很适合煎牛排时的梅纳反应。翻面之后呢，先不要去动它，你可以用夹子轻轻的压，让它煎得更均匀。哎，这个马铃薯有没有煎到这样子金黄色的感觉？那我现在我的牛排呢，另外一面也煎了2分钟了哈。来，我先把火开小一点，我翻面再稍微炙一下。好，再来，你把整个牛排拿上来静置一下，等下再煎。静置的时候，我希望有一个高度，这样子的热循环才会好。所以我放个筷子哦，你用木筷子放上来，这样子静置一下。我的方式是煎几分钟，静置就几分钟。像我刚煎了4分钟，我静置就4分钟。那牛排在静置的时候，我继续来煎这一些蔬菜，红椒、黄椒放下来。那煎好的马铃薯我就先放旁边了。来，再来是蒜头，这个甜椒也可以的哈。紫洋葱也下来煎一下。好，我先把煎好的这个红甜椒另外拿出来。这个呢，你要全部摆上盘也可以，那要另外放旁边吃都可以。然后再来，我这里有一点紫洋葱，蔬菜煎好的，我的牛排也静置完成了啊，直接放下来再继续煎。那我现在的火候也是中小火，放下去之后，记得一面煎1分钟，另外一面再1分钟，总共2分钟。牛排煎好了，来，我就直接先放在砧板上给它凉一下。刚煎好牛排呢，我建议静置个1分钟再来切。第一个会比较漂亮，第二也比较不会那么烫危险。那切的刀法看你是要直刀、横刀都可以。好，有没有这个肉色？我是觉得我喜欢这种感觉。这个大概在7分熟。再来，我们刚煎牛排的油不要丢掉，直接淋在这个生菜上面，最香了。那记得哦，你要淋的时候，这个油啊一定要让它冷却哦，你太热下去就变成炒青菜了。再来，这个生菜叶撒一点盐下来，这里也是。我这里的盐大概跟刚刚的量差不多1/3小匙。好啦，今天的煎牛排你有学起来吗？有没有更有概念了呢？煎牛排其实它很简单，第一点，你要尽量让牛排降温，尽量跟室温一样，这样煎出来的牛排内外的温度才不会落差太大，导致它里面的血水或是肉汁一直流掉，煎的时候也比较好煎。那第二点，煎几分钟就静置几分钟，这样子的牛排呢更能锁住里面的精华。就像你看，我们放到冷掉之后，它里面的肉还是呈现粉红的状态，这样子的状态的肉是最好吃、最嫩的。那第三呢，煎牛排总要搭一些蔬菜，你可以看你的喜好，搭一些生菜、根茎类的，还有一些节瓜都可以。还有最重要的蒜头，没有这一味蒜头，你的煎牛排就少了一个味道。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用的酪梨油，我们运用它发烟点高的特性来煎牛排，煎的过程油的品质好，又不容易变质，当然煎出来的牛排更香更好吃了。那煎完最后的油我们也没浪费，把它淋在生菜上，它是最自然的油，而且又带有牛肉的香气，来点海盐，让这道沙拉天然、健康又好吃。然而，当我们放慢脚步，静下心来细细品尝一道料理时，你会发现，食物不仅仅是营养的来源，更是疗愈我们心灵的一种方式。好吃的疗愈系煎牛排上菜喽！